韩国总统的命运规律就是建国以来的前11任正式总统，没有一个能够善终，不是被刺杀就是被自杀，不是进大牢就是被流放。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紧跟美国，韩国总统尹锡悦很痴狂，明目张胆插手台海事务。反华已经走到顶峰的美国政府，虽然还没有公开否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拜登也好，布林肯也好，都反复声明美国不支持台独，但这不过是美国的烟幕弹，说一套做一套是美国的基本国格。美国正在裹挟一众盟友，全力以赴的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动机很清楚，那就是坚决阻止中国实现完全统一。过去从来不就台湾问题公然挑衅中国的韩国，自从尹锡悦上台之后，不仅韩国的外交彻底变了，而且在用台海问题挑衅中国方面，突然迈出了很重大的一步。日前，韩国总统尹锡悦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竟然声称韩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决反对依靠力量改变现状。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而是像朝鲜问题一样，是个全球性问题。尹锡悦这话极为阴险毒辣，他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同比为同为主权国家的韩国与朝鲜关系，这就是在隐晦地宣示他的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这是变相但却明目张胆地支持台独。另外，请各位特别注意两个情况。第一个，日前七国集团在日本刚结束了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公然插手台海事务，尹锡悦的腔调与七国集团涉台的声明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可以说是复读机。这是为何呢？因为尹锡悦将于4月24日至29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这是要提前给美国递交投名状，也是在他访美之前美国布置给他的作业。第二个，七国集团外长会召开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公开扬言，台湾问题将成为会议的主题。果不其然，就是如此。美日两国共同操弄了这一主题，同时尹锡悦的言论还与美国和德国外长台海问题关系到全球问题的腔调一模一样。由此可见，尹锡悦的言论其实是七国集团要落实他们联合声明的涉台内容，已经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到了韩国头上。外界早就说过这样一个内幕，朴槿惠因为力主与中国友好合作而被美国幕后拿下并打入监狱，接替他的文在寅不过是一个过渡，尹锡悦才是美国最中意的人选。看来的确如此，尹锡悦为了实现美日韩更好的联合对抗中俄的目的，居然丧权辱国，推翻韩国法院的判决，放弃对日本索赔的2战劳工补偿，改由韩国自己组建的基金会补偿，让韩国人自己赔偿自己。此外，韩国去年先是成为以网络攻击为使命的北约网络防御中心成员国，随后又宣布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为北约代表处，韩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大半个北约成员国，根本目的是致力于将北约引入亚洲，共同对抗中俄。看来尹锡悦的狼子野心已经充分显露，为了加入北约已经迈出了重大步伐，现在又试图加入本来只是美日两国的挺台联盟，还想参与武力介入台海，我们绝不能放任。实际上，惩罚尹锡悦的手段很多，比如朝鲜兄弟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再比如只要我们采取一些动作，就能让韩国陷入巨大内斗，尹锡悦被弹劾或者坐牢都不是难事。因为韩国总统的命运规律就是建国以来的前11任正式总统，没有一个能够善终，不是被刺杀就是被自杀，不是进大牢就是被流放。作为韩国第12任总统的尹锡悦，结局会是哪一种呢？欢迎各位发表高见。